朋友们，大家好。本期想给大家看看我在德国的家里有些什么中国的东西。其实有很多东西是我在德国自己买的，另外呢，有些东西是从国内搬运过来的，有些是前几年搬运过来，有些是这次我从国内带过来的。有一个趋势就是呢，特别是这几年啊，我从中国搬运过来的东西，或者是我在德国买的中国的东西，高科技的东西，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有个趋势就是我们在海外的华人喜欢在海外买中国制造东西，或者直接从国内搬运过来。但是呢，有些住在中国国内的人呢，喜欢从海外搬运东西回去，因为他们觉得海外的东西、国外的东西要比中国的好。这就是两种不同的趋势，我觉得比较有趣。大家看到我手里的两样东西了吧？这是两个蓝牙耳机，这个是国内的没有牌子的，这个是国外的，应该是比较响的一个牌子。它的价格呢200欧元，而这个呢不到4欧元，相差了50多倍。这次呢有一点我感到特别的震惊，为什么呢？因为我原来没有比较啊，所以当时我就在国内拼多多上面买的，我就想反正20多块钱，28块吧，对吧？就是连4欧元都不到，所以我就买了啊。它的造型特别小，当然造型小就表明肯定它那个电池不大，对吧？反正无所谓了，当时我就想，反正就是20多块钱买的吧，我就带了。在国内我带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惊喜，因为它的那个音质啊，完全超过了我的预期。当然，我不是音乐人啊，我不是特别对音质可能要求不是那么高，这点肯定我得声明啊。就是我平时听音乐啊，听广播啊，那就够了，对吧？完全满足，可以说满足我的要求。而且它是戴上去之后呢，特别入耳。你看，可以躺着睡也可以，特别的方便，我认为啊，而且耳朵不痛。这是我目前买过最好的这种耳机了，不管是有线的还是无线的，我认为是最好的。主要是它的价格只有28块钱啊，我都不知道国内是怎么做到的，做的那么好，还那么便宜。好当然是相对的啊，就是一分钱一分货。比如说从它的这个盒子就知道它的做工不是特别的完美，因为打开的话是有点费力啊。但是它能够做到这样已经非常非常的不错了，我认为。所以人民币20多块钱完全物有所值，而且我认为已经超出预期了，就性价比超高。就是商家打那个广告肯定不能信了，比如说什么永远不用充电，或是充电一次呢用1年，这种大家不要信。不过呢，确实能够做到这样，我已经觉得非常惊喜了。它里面肯定一个小型的芯片，那这芯片到底要多少钱呢？为什么连那个运费啊，到我们最终客户手里只要28块钱呢？即使这样一付，他只赚2、3块钱，那全世界或是全国吧，有14亿人口，那这数目就可以算了啊。所以呢，一个国家它的那个市场很大，那对于这个产品的开发以及它的推广，还有性价比来说，我觉得都是多赢的局面。就是作为消费者可以买到非常便宜的产品，而这个呢是所谓的外国的名牌。想想看，这个呢200欧元，而这个呢只要不到4欧元，相差50多倍。而我的朋友告诉我，德国朋友告诉我，他说对他的要求，他平时就是偶尔去上班的时候听听音乐，有的时候呢听听广播，他说完全够用。像这个他说完全够用，对他来说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一个是200欧元的，一个是不到4欧元，也就3点多欧元的，相差50多倍的价格。而且他现在他喜欢用这副，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很小很方便，而且就戴到那个耳朵里面，不像这个。我给大家看看这个戴到耳朵里面它的那个效果是怎么样的。不会，你看这就是戴到
戴上耳机的效果。然后呢，这就是这耳朵，大家看到，这就是两款不同的耳机的区别，这个特别大，对吧？目前呢，在市面上还有很多这样的耳机，都特别大的，一戴就觉得特别傻，这样看着，对吧？而这个呢是入耳式的，我这次从国内带过来的，特别小。我上次回国的时候没有见到，就是大概半年多前吧，我回国的时候没有看到，这次呢就已经推广了，真的给我特别的惊喜。所以呢，我就专门拍给大家看看，其实国内呢有很多好的东西，而且我自己试了啊，这个的续航有5到6小时，非常的不错，也超出我的预期了。而这个呢，它的续航，据我的德国朋友说，它还达不到5、6小时，大概2、3小时就不行了，这就是区别啊。所以，哎呀，不过我得说啊，这是4、5年前的技术，而这是2023年的技术。So, wir haben jetzt 2 Kopfhörer. Einmal habe ich aus China gerade mitgebracht und das haben wir in Deutschland gekauft. Diese Bose. Vor einigen Jahren. Vor 4, 5 Jahren? Ja, Ich weiß gar genau. nicht mehr. Und wie viel hat gekostet hier? Knapp 200 Euro. 199. Genau. Ja. Und das? Das weiß ich nicht, was es gekostet Ich glaube, habe ich knapp 4 Euro habe ich ausgegeben. Merkst du den großen Unterschied zwischen beiden? Für meinen Bedarf ist der vollkommen ausreichend. Was ist der Bedarf? Ich höre ja nur Radio damit. Aber ich habe auch selber Musik gehört von beiden. Von mir aus, ich merke keinen so riesigen Unterschied. Also wie gesagt, ich merke auch keinen großen Unterschied, weil ich Radio höre. Ah, okay. Ist ja keine klassische Musik, ist ja Mach keine mal auf. CD. Ist halt sehr klein. Zu klein. Ja, sehr klein. Genau, dann, Ist halt sehr klein. ja. Aber reicht. Andere auch. Das ist genau so. Für meinen Bedarf reicht es. Wie gesagt, ich höre nur Radio damit. 这是我德国伴侣的2只手机，是一个版本啊，是华为 Mate 20，一模一样的。为什么有2只呢？其实就是备用，就是说如果有一只丢了，被人偷了，怎么样，或者坏了，然后呢，另一只呢可以立即使用。大家现在看的是2副蓝牙耳机，这副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牌子。然后呢，这个呢是没有牌子的，就是我从国内这次带过来的。这个呢，名牌是200欧元，这个呢不到4欧元，也就是相差了50多倍的价格。这个呢是手机架，这次呢也是我从国内带过来的。这个手机架连邮费、连运费啊，就是2.9块。当时我其实并不是贪图它的便宜怎么才买，我就想试下看到底这2.9块的有没有用。买了之后确实还能用，不过是1分钱1分货了啊。2.9块的你别那个期望着它的那个质量有怎么样，但是呢肯定能用。好，我们看看还有其他什么东西吗？这是我们家还在用的一款电脑啊，这个牌子大家也知道对吧？算它国产吧。还有一款国产的，已经好几年没用了，不过也是一款非常不错的，我认为。我当年还没有做视频的时候已经买了它了，现在一直在箱子里面。这款是13.3寸的，分辨率也挺高，好像达到3000多乘以2000多吧，反正挺高的分辨率。然后看看厨房里面，这个锅我给大家做过视频啊，就是我从国内带过来的，带过来大概有大半年了吧。我的德国伴侣特别的佩服啊，像这种锅虽然不是特别贵，就是我花了109块钱买的吧，还是119，反正就是不超过120。他对这个锅特别满意，
我专门做个视频，他现在还是每天都说呀，这是他买过的最好的锅，他用过的最好的锅。我们都知道，国内其实很多人呢喜欢买德国这种锅啊，什么，以为觉得德国的锅特别好，但是人家德国人呢自己用就觉得中国的锅好，这就是诡异之处啊，对吧？然后我家呢，我现在还用这款特别古老的电饭锅，这是我当年已经有10来年了吧，8、9年了，估计在德国买的二手，一个留学生他回国了，然后呢他在网上卖，当时我正好需要一个，然后我就向他买了，当时他是12欧元给我的，其实挺好的这款，很小巧，就是1、2个人用比较好。目前他还在工作的啊，虽然就是外表不怎么好看了。另外我们看看，我们家还有一款，这是小米的一个电饭锅，我买大了，就平时我不太用，因为太大，它适合至少4个人吧，我认为。这个是我从国内带过来那个不锈钢的碗，也挺适用的，吃什么面条之类的挺好。而且它有的碗它还配个盖的，也挺好的，我也是从国内带过来的。像这种好像是10来块钱的吧，一个也不贵。这是有一款也是上次从国内带过来的，它是蜂蜜那种啊，但是它的质量特别好，这个包装，然后我就带过来了。平时啊有什么小东西放到冰箱里面，我觉得挺好的，所以相当于废物利用吧。真的质量特别好，这个盒。可能说起来大家不信啊，因为这次我回国，我买过那个葡萄干，应该是新疆的吧，我也带过来了，真的特别好吃，我特别喜欢吃这种葡萄干。也给大家看看我们平时的护理用品啊、用具有些什么东西，比如说这个是理发的理发剪，这是中国制造的，没有什么牌子的应该。我这次从国内还带了这个牙膏过来，你看，中草药牙膏，这是德国的牌子，还有其他这种护理用品啊，都是在德国买的，也不是什么大的牌子了啊。香水其实我平时很少用，主要是这种孕妇的用一下，这种也是身体乳，这就是我们平时用的护理的东西。我把我在家的什么手机之类的全部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啊，看看我家里有多少是我们中国的东西。我虽然在德国，但是我大部分东西我可以告诉大家都是中国制造的。我们先看这个吧，这个是坐垫，我是从国内带过来的，它是硅胶的坐垫，比较软。我这次从国内带过来，它重量大概有1点多公斤吧，大概是这样。我在那个拼多多上面买的，坐着比较舒服。然后这个垫子呢，其实是充气的，等一下我把图片放出来，是度假的时候用的，在海边度假可以躺着。这个是大疆的无人机，我就不打开了啊 ，Air 2。然后呢，这次大家看见了，我这次或者上次我从国内带这种鸭舌帽过来，这次我又带了一顶过来，因为是我德国伴侣他硬要叫我，他说一定要多买一只来备用，因为他特别喜欢这种有龙的图案的。你看，两只颜色是不是有点区别，还是光线的原因啊？反正呢，它的那个图案呀，还有这字啊，都是一样的。有白色也是一样的，有黑色，他叫我带那个黑色的再带一顶过来。好，这是我平时用的这个包，这个呢是这次新带的。像这种东西啊，在国内都是没有什么牌子的，这个好像是13块钱，都是包运费的啊。我认为它质量非常好。像这个拉链，我觉得挺好的。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格，
做工其实也不错。然后呢，我觉得它这个也挺结实的，这个扣这里啊，所以我觉得装小东西出门男士的话挺好。这个包呢是我很多年前我就买了，一直用着，大概买了可能7、8年了吧。走过世界很多地方，在我以前有的节目当中我也带过它。这款也挺好的，当时是14.9块9毛9买的那个包邮，当时还没有拼多多，我在淘宝上面买的。然后呢，这款是我现在用着的那个麦克风，这个牌子大家知道是大疆对吧？和我的这个无人机一样的牌子，也非常的好，非常满意。但是呢，也非常贵啊，这个在德国买的是300多欧元，也就人民币2000多了。这个也是一个大疆的，它是防抖干。因为平时不太方便，所以我很少用，但是我也买了它，买了几年了。你看，这是它的包装盒，对吧？大疆的这种防抖干的包装盒，这个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它是个口袋机，其实这个我经常用这款，也非常的好。它是2代，非常好，现在已经有3代了，第3代我也想买，因为它用着真的特别特别方便，而且画质也真的不错。你看，又是一款大疆的，对吧？但现在看到啊，我这里有4只手机，我是要送人的，都是二手的啊，但是都是挺好的。到时我带到别的国家去送人的，我出去旅游什么之类的。这是华为的 P20，都是能工作的啊。这款也是，但是应该是，这是华为 P Smart 2019，也非常的好，其实就是比较中低端吧。这个应该是华为，我看啊，这是华为20青春版，这个又是华为 P20。你看，这里就是原来他们的包装盒，这4个包装盒都在这里。然后呢，这里我有一款也是从国内带过来的，这是没有什么牌子的，人民币299，我买的一个叫什么翻译器，它可以离线翻译，有20多种语言吧，离线，就是说没有网络的时候你用它也不错。如果是在线，好像有100多种语言。我买过之后试了一下，我觉得可以，当然没有科大讯飞那么好，因为那种是几千块钱的，我这299块，就是简单的翻译啊，我觉得是可以的，出国的时候用很方便。这款蓝牙音箱呢，是我从国内带过来的，我试了一下，音质不错，真的不错。它是59块钱吧，在拼多多上面买的，就是我们普通人的那种听音乐啊，从手机放出来，我觉得非常的不错。当然，可能我的要求不高了啊，我是说普通人听肯定够了。它的低音啊，特别特别的重，然后高音相对来说也比较清晰，所以性价比非常高。我这次带了2只过来，2只是一样的，对吧？等一下我拆开给大家看看，免得大家说我是骗人的。就地拆开给大家看看，大家看到里面是有东西的，对吧？再放进去，这是一只了啊。那我把另外一只也打开看，也是一样的，对吧？因为折合成欧元就非常非常便宜了，像这种性价比对我来说特别高。为什么我买2只呢？其实一只是我们自己平时用，然后呢，另外一只送人的。因为我自己买过，我觉得质量不错，于是呢，我又买了
另外一个包，但是另外一个颜色了。这是我这次从国内带过来的另外一款无线蓝牙耳机，这款好像是人民币30多块钱吧，我觉得音质也还可以，也是去国外旅游到时我送人的。像这种小东西国内特别多。还有另外呢，我想给大家说一件事儿，这是托运行李开包检查单，里面呢说了内容是发现内有物品危害航空安全，有2个，其他物品明细，蓝牙耳机充电宝功能。所以呢，这次呢，我的行李又被开箱了，也就是说有2个东西，蓝牙耳机被扣下了。这张呢是我回到德国之后我发现的，它放在我的那个行李箱里面，打开之后我发现，然后我真的是少了这2样东西，但是我觉得非常的人性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背面啊，背面这里它留下了，比如说如果你想要回你的东西，免费保管7天，对吧？然后呢，这里它还留下联系方式以及微信等等，7天之内跟他们联系。我真的跟他们联系了，他们也非常及时的给我回复。因为我是省外的，也就广东省外的，我就花了35块钱，他们快递直接帮我快递到国内我给的那个收货人的地址那个地方，就是免得自己去现场取了。为什么我要寄回家呢？因为他那个扣押我2个啊，2个的话呢价值超过了35块钱，所以我就想，还是寄回家吧。下次我带过来我是放在手提行李内，我就可以带过来。从这种小事，我觉得这种他的服务还是非常到位的啊，我非常满意。虽然被扣下了，但是为了安全嘛，所以肯定我是支持这样的做法。不过能做到这样已经非常不错了啊。他留个条在这里，说明已经开过了，然后呢还可以那个取回你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呢，我给广州白云机场呢点个赞。大家现在看到有很多东西啊，这是我这次从国内带过来的这个东西啊，这个小东西什么呢？我觉得很有用，对于一些抽烟的人来说有用。我给大家看看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啊很小，但是呢它有科技感。为什么？它其实是一个，我给大家演示看什么东西啊。你看我插到这 Type C 这里，然后呢打开这个开关，看见红了吧大家？这是一个点烟器，就抽烟的人呢，平时在路上没有火机的时候用它比较好。这是我从国内带过来的，就10来块钱的东西。其实我是送人的，我自己不抽烟。我是带到国外去的，也是一种广告吧，也许今后是个商机呢。国外这种东西绝对是没有的啊。你看我买了好几个，这个呢是可以接到那个充电那种插头的。这个布我在国内买的，当时我是带去国外给一个朋友，因为他想做那个相当于龙袍一样的衣服，当演出的服装用。我帮他买了2、3样这个布，这都是帮他买的。这个插座我觉得挺适合的，我这次呢也从中国带过来了。但是呢，这个要转换插头，你看，因为德国它是这种插头，所以要插上这个转换插头才能用。到时呢，我就去世界各地旅行的话，我要带着它。这是我从国内这次带了一个包，送给女生的，淡紫色。这个大家看什么东西啊？是订书机，得力的。像这种国内的东西，小东西其实非常的不错。为什么我带呢？是带去给古巴的一个朋友，他专门叫我一定要带这个东西，因为我古巴买不到。这是平时办公用的，这个也是。
你看德力的计算器也要带到古巴去，那里什么都缺啊。他甚至呢叫我带这种，大家看到什么东西啊？橡皮擦呀，也要带到古巴去。然后我刚才不是给大家看了订书机吗？然后这订书那个机那个钉子也买了，这是一共是5000个，也要带到古巴去。更搞笑的是啊，这个东西我好多年都不用了，是什么呢？复写纸，你看，古巴买不到，所以呢，这次我专门从中国先带到德国来，然后呢再带去古巴。这全部是复写纸，有各种规格啊。这个也是一个小包，一般是男士用吧。然后呢，这个鼠标垫我自己买的，自己平时用，拼多多上买的，好像是4.9块包邮吧。其实现在很多东西我都是从国内搬运过来，自己用也送人啊。其实中国呢，真的有很多质量很不错的东西，像这种啊就很不错啊。这种计算器啊，德力还是个牌子，在国内，对不对？好，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